我就，然后嘣一敲就修好了。我一句话不讲，把这10块钱上。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嗨，大家好，我是李树全，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里面。这次这个疫情，哇，已经拖了快2年的时间了。我还记得当初川普总统 ，OK， 在那边宣传，我们几个月之内就搞定了，保证在 Easter 复活节或是感恩节之前就可以解除这个疫情。千想万想，没想到他自己拖了这么久，自己也下台了，然后到现在已经2年了，还没搞定。我相信，对每一位朋友的生活上、事业上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跟冲击。我自己在生活上也有了一些变化。我发现过去很少在网络上买东西，现在我也很会用网络购物。我也发现很多过去一直想做的事情，没有时间去做的，现在我也开始慢慢把这些事情开始做起来。我好像也花了更多时间在家里面吃东西，好像也越来越胖了。周边有好几个朋友，好像他们也慢慢的发福了。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百货业、服务业，突然跑过来跟我说 ：“David，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有温度的服务？”其实呢，有温度的服务，当然常常听了这是什么不懂的。他说，有温度的服务，就是当对方还没有开口之前，就去帮他解决他想解决的事情。哇哦，真的是一句很棒的话。我趁今天这个镜头前面跟大家来分享有温度的服务。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如果在别人还没有开口，我们就去帮他们服务，帮他们去解决他们所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在职场上、工作上，或对你的客户，不需要对方开口，我们就去帮他解决问题。我也学到这些新的功课。现在打开电视，就不停的看到一大堆负面的消息，每天有多少人确诊，每天有多少人死亡，看的让心情都非常的沮丧跟负面。呀，这一次疫情还会拖多久？我没答案，我更不是专家，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自己，可能还会拖蛮久一阵子。因为你想一想，要让整个全世界60%、70%的人都打完他们的疫苗，都有了这个抗体，才会安全开放所有的封锁。我想大概1、2年还跑不掉，我们才能回归到过去以往的正常的生活。我为什么跟各位讲今天这件事情？因为在这个整个大局势的变动之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事业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回想到我大3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大1、大2都在主修音乐，所以呢，我只能找一些最底层的基本薪资的那些工作打工赚钱，然后付了学费、付了房租之后，真的没有剩下多少钱，穷到饿了肚子。最后很不得已之下，我跑去找我的姐夫，请问在这个年代，什么行业能让我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姐夫当时连犹豫思考都没思考，直接就说去学电脑。我到了大3的时候，我开始更改我的主修的科系，从原来的音乐开始主修，改成电脑。不瞒你说，我恨透了电脑。然后别人同学上电脑课都很轻松，但对我而言是超级的痛苦。我每天看那些电脑的课本，我恨透了。但是慢慢的，我开始习惯了。我后来离开了大学之后，1979年，我大概是21、22岁的时候，我到了洛杉矶了。我记得我白天的时候是在每日新闻帮他们修电脑，晚上的时候我就继续做我的音乐。
然后呢，周末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在洛杉矶那个地方有一个区域海边叫做 Santa Monica， 那边有一些会计事务所，我就在周末的时候帮他们修电脑。因为我用一般市面上7折的价钱帮人家维修电脑，然后呢，我24小时任何时间，周末你打电话来，我就马上杀过去帮你修。所以最后客户就一个一个的帮我推荐，最后我累积了很多很多这些小小的会计事务所都成为我的基本客户。后来我就成立了我正式的电脑公司。我成立了这家叫做 Leascom Data System 李斯康电脑系统公司。今天我要跟各位同学告诉你，在这个时代里面，有4个产业，在未来的50年，会绝对让你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在我告诉你答案之前，哪4个产业之前，我先告诉你一些其他有趣的小故事。我在当时，我从一个完完全全不懂电脑的人，然后到最后我去修电脑的时候，我常常拿到一个电路板在手上，然后我去闻那个电路板，一个个电路板上面有很多那些晶片，我就一个个去闻那些晶片。旁边的客户都看傻眼，以为我在清那个我在清那些晶片。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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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其实我是在用我的嘴唇再去碰那电路板上的晶片，因为那个烧坏的晶片，它的温度会比较高一点点。如果你用手去摸，感觉不出来，但是你用你的嘴唇去接触那个晶片，你就会感觉到某一个晶片比较热，就是那一个晶片坏掉，然后你把电焊焊掉，然后再换一个新的晶片修好。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用一个东西叫做 terminals， 叫终端机。那到银行里面有200-300个、500个终端机，你到银行里面，到那大的政府的单位里面，看到了一大堆那些终端机在那边使用。那些 terminals 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有些萤幕会闪啊，或接触不良啊。我只要一看了这萤幕，我就知道哪里出问题，然后我用拳头棒一敲就修好了。到最后，常常会有一群这些银行里面的漂亮妹妹全部围过来看我做，像表演一样。我甚至跟他们打赌，我跟他说，我只要一敲，绝对可以敲好。这些银行里面这些服务工作人员说不可能，我说不相信的话，拿个10块钱压在这边，我就噗，然后嘣一敲，噗，然后我说你再把电源打开 ，power on， 他把电源一打开，哎。好了，我一句话不讲，把这10块钱，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转头就拿了10块钱就走了。然后旁边这些工作人员会说：“喂，10块钱你敲这么一下就要把我们10块钱拿走？”我说：“我敲一下是1块钱，但是知道在哪里敲，敲多重那是9块钱。”总而言之，各位朋友。当时我在电脑的这工作上有一大堆的乐趣的好笑的事情，我后来就把这些好笑的事情写了一首歌，叫做 Computer Man 电脑人。Computer Man 放在我的给你那张专辑，在 YouTube 上你也会看到。然后我们当年是回到我原先在工作的实际的现场，在每日新闻的电脑的机房里面回去拍的那个 MV。那有趣的是，如果你听那首歌，在前奏有一位可爱的女生讲话，她说：“嘿，怎么你修完电脑之后多出了这些螺丝，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我每一次修完了电脑之后，把那个电路板放回去，把所有的螺丝拴起来之后，常常都会发现多出来的1-2个螺丝，这些螺丝从哪里冒出来的？完蛋了！我把它写在这首歌里面。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到 YouTube 上。叫做 Computer Man， 在当时那个前奏那个讲话的声音，还是我的老婆 Susan 帮我客串了一下，把它录出来。我今天希望花一点时间，跟在镜头前面，尤其是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在准备读大学，然后你在思考你未来的方向，允许我跟您解释，在未来的50年，有4个产业，不是我说的，是 CNN
上次做了一个特别的报道，有4个产业保证你会赚钱。哪4个产业？第一个 ，mobile technology， 就是手机行动科技，任何事情跟手机传输的行动科技，无论是硬体、软体，在未来的50年，保证你是一个会赚钱的产业。第二个 ，robotic technology， 就是无人科技、机械人的科技。你可能在 YouTube 上看到很多机器人的报道，你敢不敢相信？今年是2021年，美国的国防部在10年前就讲过，在2019年是3年前，美国的60%的军力会由无人机械人替代。你现在如果看 YouTube 我希望你去搜寻一家公司，叫做 Boston Dynamic， BOSTON， Boston 波士顿 Dynamic DYNAMIC，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机械人公司，在日本也有，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都有很多机械人的公司。但是你去看一下 Boston Dynamic 这家公司，你可能在电视上都看到一些狗啊会跳舞啊，跟你做一些动作。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件事情是，以前那些机器人在那边动来动去是我们人类把一些程式写在这些机器人里面。但是现在的这些机器人里面是有自己的 AI 人工智慧，它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机器人它现在的机器人跳舞的时候，不是我告诉他去跳舞是他看了我跳舞之后，他自己决定他要不要跳舞。所以未来的我们常常在看 F-35、F-16在空中飞来飞去，但是现在已经都是无人飞机、无人轰炸机、无人战斗机在上面飞了，都是在远端遥控的。刚刚讲的2个产业，现在第3个产业叫做 AI 产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科技。人工科技你们都知道，现在在很多车子里面都已经自动 Autopilot， 就自动驾驶这些东西，当然还不断的在修改。但是别忘了，现在所有的测验下来 ，Autopilot 这些人工智慧的这些驾车比我们人类还更安全。原因是它不会喝酒，这些人工智慧它不会喝酒，不会生病，不会请假。你再想想，它不会闹情绪，它也不会犯规。各位朋友，现在连医生在美国开处方，你只要把你的所有的工作职业输进去，直接用 AI 告诉你需要什么药，因为它会看你的职业是做什么，然后用个大数据去抓你所需要正确的药。会计事务所，现在所有的会计事务所在美国已经全部都是用 AI 在帮你计算，你只要告诉他几个资讯，哔哩吧啦哔哩，他算出来的比你自己去填表还准，那个精准度已经从大数据里面都抓出来了。AI 的人工智慧将来是4个产业里面的第3个产业，绝对会让你赚钱。第4个产业，你们都知道，老师做音乐做了一辈子，因为我会电脑，我会所有这些机器，没有一个人可以挡住我的未来。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区块的这个现在左上角这个区块，在上班族的朋友们，开始调整你的生活模式，